观前说明，本期视频由于一些抽象原因做了一些修改啊，希望审核老师不要判虫，不要判虫，拜托拜托。经常吐槽小米别人眼里的黑米啊，如何评价小米 AI 眼镜？正如标题所说，我跟小米或者说米家智能眼镜已经打过很多次交道了。以前视频我多次表达了对米家眼镜的吐槽和不满，但我们并非因黑而黑，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到的缺点和 bug， 导致使用极其难受。那么这一次小米最新的 AI 眼镜用起来怎么样？有没有改善啊？本期视频带大家来感受一下。首先在咖位上，小米 AI 眼镜就跟以往的产品有着本质的区别，这还是第一次啊，在智能眼镜上留下了小米的 logo， 甚至雷军本人还下场参与了眼镜的宣发，亲儿子产品无疑了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，鉴于之前米家眼镜的表现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啊。用完怎么说呢，也挺抽象的。这台1999的标准版棕色小米眼镜，外观非常像 Meta Ray-Ban 啊。小米的优点是重量比 Meta 要轻一点，并且镜腿有外扩冗余设计，佩戴呢会更贴合我们的脸型一些。不过在质感上，小米就明显逊色了一些啊，相比大概是这个85分比65或者70分的感觉啊。上手摸一下就能感觉到，大家看视频呢应该也能很快分出高下。我觉得外观最大的问题是粗笨啊，边框很厚大，弧度的处理很呆板。我看网上说像电影院发的 3D 眼镜，虽然透明化的设计有一点科技探索的味道，但是贴图没必要啊，看久了还是有一点怪怪的。使用上呢，小米 AI 眼镜最突出的2个功能点，拍照以及 AI 体验也比较难评。咱们先说说前者，小米 AI 眼镜的拍摄呢都是由这一颗小摄像头完成的，硬件上和我们上次体验过的雷鸟 V3 一样，不过小米的拍摄规格要高一点，拍照是4032×3024的分辨率，视频分辨率是2K 多一点30帧啊。对于这类微型摄像来说呢，白天还好，做一个 vlog 的第一人称视角我是可以接受的，不过一旦光线差一点就很难接受了，晚上的拖影和高光溢出实在是没法看，这一点确实也不能完全怪小米，这么小的镜头又要画质好，又要控制发热，又要照顾续航，那也不现实，能有2-3个能用的场景就算不错了。除此之外呢，小米 AI 眼镜的视频比例是4:3，一次最长能够录制10分钟的视频，记录生活是够用了。不过眼镜不比人眼，没法所见即所得呀，而且没有一个能够监看的屏幕，实际拍摄到的跟你想象中的有可能有很大的不同。摄像头位置呢也很容易在摘戴的时候碰到，镜头是不是脏了你也不知道啊，眼镜也不会提醒你的。第二点 AI， 如果说当下找一种能说会道还能察言观色的随身 AI 方案，眼镜算是最成熟的解法了。按理来说这是小米的优势呀，有眼镜的产品经验，有小爱同学的 AI 助手，二者结合一下应该出场即巅峰啊！但是实际上小米 AI 的理论性能和实际体验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小爱同学在回答主观性问题的时候呢就不够灵活，部分信息过于陈旧了，有点像语音大模型刚刚兴起的那个阶段。移植到智能眼镜上后呢，体验也不是很好，在问他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呢，不是摆烂就是打太极，并且识图正确率也不是太高，个别时候还会出现左脑拨右脑的这个情况。回答的时候呢，偶尔会暂时性失忆，上一句正确识别出台球杆，下一句立马改口成钓鱼竿了。但配合手机啊，眼镜上的 AI 还是有用武之地的。在需要记录的会议或者课堂，它的整理和记录速度呢还是不错的，也能够自己分清讲述者，还能把内容概括下来。不过另一边的翻译功能就不是那么好用了。首先呢，它的翻译速度以及语言版本是要给个好评的，尤其是英语环境，可用性很高。不过其他语言的准确率呢就有点微妙了。高情商的说法是比较考验用户的词备量储备。总之呢，小米 AI 成为好用的随身 AI 助手，可能还需要几代的时间。不过现在倒是有一处超出我预期的地方。小爱同学，你有什么缺点？详细一点。以下是小米 AI 眼镜更详细的缺点情况：图像传输延迟感严重，还会出现视频数据丢失问题。小爱同学在眼镜上缺乏独立运行能力，依赖手机端 App， 只能用小爱同学唤醒，易与其他设备冲突，塑料感严重，戴久发热捂汗，收纳方不平，设计不精致，外观设计粗糙，和其他品牌眼镜相比不够精致时尚，镜腿音效差，声音开到最大也不太能听清。其他方面。最后我就简单说点吧，他提到太过于依赖手机 app 这一点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之前的米家智能眼镜被骂啊，起码有一半是这个米家眼镜 APP 的责任了。app 的功能和设置欠佳，没有多设备连接功能，切换手机得把眼镜完全重置了才行，不然我等1万年我也连接不上。现在更名小米眼镜 APP 后呢，终于加上了这个功能，但是切换设备还得重置，不然还是连不上啊，改了又没完全改。另一点呢，眼镜 APP 和手机的互通仍然有欠缺，如果你用小米手机眼镜的录音啊、会议总结是不会
同步到手机的笔记或者文档里的。你用自家品牌的时候搭配小米眼镜呢，跟其他品牌没有太大差距。我知道有人会提到相机协同啊，能在视频通话或者直播调用眼镜的摄像头，确实挺有意思的。不过这个清晰度和卡顿呢，我不知道实际上来会有多少人用啊。户外长时间录制发热呢也扛不住。还有2点他没说啊，开放式耳机的漏音问题，最新的小米 AI 眼镜呢没有改善，不过呢音质相比之前呢略有提升。还有一点呢，我看到有博主在涂黑遮住提示灯的情况下，竟然绕过了眼镜的检测啊！如果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加上小米品牌的影响范围啊，大众很容易把拍摄眼镜与偷拍设备划等号。Meta 就出现过这个问题，国外已经有一定的约束措施了，希望能 OTA 或者能在下一代解决吧。以上呢就是我在这2周使用小米 AI 眼镜中遇到的不够完善的地方。但又说回来了啊，体验过之前的米系智能眼镜啊，我反而会给这次的小米 AI 眼镜一个高分。抛去刻板印象，它还是有一些优点。第一，续航没得说，在我们的使用中呢，上下班2个小时通勤听歌，工作中正常刷一些视频啊，关标8小时的续航确实能达到，甚至能坚持得更长一点。满电大概也能录40分钟，从零充满也不到50分钟，这一点我会给个好评。第二，音频的录制效果很不错，眼镜上呢一共是搭载了5颗麦克风，音频的立体感十足，回放素材的时候呢挺加分的。这儿如何？在这里交一点，然后稍微抬头一点。除此之外，在细节上呢，小米眼镜对比米家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更好的佩戴检测、更丰富的音效设计等等等等，绝对是用了心了的。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小米 AI 眼镜还是一个处于过渡阶段的产品，更多的是整合了现有拍摄类 AI 眼镜的卖点。但是小米擅长的互联和价格优势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。对比下现价1500的雷鸟 V3，感觉不到它的竞争力，但是从它身上也释放了一个信号，那就是小米对 AI 眼镜的投入热情不低，并且是有能力做到。从对过往米家眼镜经验的总结、产品的更新频率以及软件的改善，虽然小米眼镜 APP 还存在很多不足，但是说真的比之前好了太多了。功能页面呢重新设计，文件传输方便了啊，个性化设置也加了很多，所以我感觉小米肯定不想止步于此，并且有一个大厂愿意深入投入进来啊，对整个行业，我觉得对我们用户来说是会带来不少的好处的。比如这次电动变色版本，如果不是配不了近视镜片，我肯定就冲了呀。所以我对小米 AI 眼镜的总体评价是没有新意，但是也未来可期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小米 AI 眼镜无广的深度评测内容了啊！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。关于它，你还有什么想法呀？可以评论、弹幕、私信我们啊！我是 F 北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